他早在1000多年前就体会到了萧亚轩的快乐。他是大唐娱乐圈的顶流花旦，是最有文化的歌妓。当时唐朝的文人写诗，第一个想给皇上看，第二个就想给他看。他也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家，他发明的专利风靡了1000年，至今还在沿用。他就是有文妖之称的大唐孔雀薛涛。有人说她是唐朝4大女诗人之中唯一善终之人，也有人说她是真正懂生活的人，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薛涛的一生。薛涛，字鸿度，今陕西西安人。她是与李野、刘彩春、鱼玄机并称的唐朝4大女诗人，也是与花蕊夫人、卓文君、黄娥并列的蜀中4大才女。和大多数才女一样，薛涛早早就展露了不俗的诗才。薛涛最有名的就是在他8岁的时候和父亲吟对的2句诗，也让他父亲预言到他的以后生活。他的父亲薛勋本是一名唐代的公务员。话说这一天，薛父放假闲来无事，在院子里溜达，一时之间诗兴大发，吟诗一句：庭除一古桶，悚甘入云中。谁料想父亲话音刚落下，年仅8岁的薛涛不假思索地吟出了下一句：知迎南北鸟，夜送往来风。薛涛8岁便才华横溢，这本是令人欣喜之事。作为父亲的薛勋听完他的吟诵后，却心生忧虑。他所说的吟诵2字，在古代寓意着不祥。古人常言，梧桐百鸟，不敢栖止避凤凰也。他希望女儿能如梧桐般高洁，能够寻觅一位如凤凰般才华横溢、志向远大的伴侣，共度一生。然而，谁又会去迎接那些来来往往的小鸟和穿梭的风呢？这在古代岂不是青楼女子所为？所以，薛涛的父亲才有了很大的担忧。然而，随着父亲的去世，最后这个预言也成真了。公元783年，这注定是薛涛最悲伤的一年。薛云因政治谏言得罪了当朝权贵，受到打压，被贬谪到了蜀地。薛涛就随父母从繁华的长安搬到了遥远的四川成都。不幸的是，父亲又出了意外，他在一次出使南诏时染上了疾病，而英年早逝。自此，徐涛和母亲的生活就陷入困境。从小吃喝不愁、不离闺房的徐涛一下子跌落云端。更糟糕的是，关中地区这一年正好赶上蝗灾。根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世岁远近，草木无遗，唯不食道。大忌，道尽相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道路上饿死的人到处都是。成都虽然不至于道尽相忘，但饿死街头的人肯定有。你能想象到，在寒冷的冬天，一个饥不果腹的15岁小女孩站在门口，看着小巷子的屋檐下蜷缩着要饭的人，衣衫褴褛，表情僵直，一动不知道是死是活。不远处的巷口，几个人正将一具已经冻僵了的尸体抬上板车的那个场景吗？于是第2年，薛涛为了母亲和他能活下去，他毅然决定加入乐籍，成了一名官妓。他太需要一份能养活自己和母亲的工作了。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。一个人如果穷怕了，是不会在乎所谓的尊严的。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薛涛也许会找个人嫁了，在家相夫教子。如果不是为了碎银，薛涛加入乐籍，成了一名官妓，算是彻底步入了娱乐圈。但是古代乐籍是指将罪民、战俘等群体的妻女及其后代集入专门的名册，迫使之世代从乐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入乐籍，不仅自己终身从事这个职业，后代也得从事这个职业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为妓，原则上终身为妓，后代世代为妓。当然，这里的妓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靠色相卖身的妓女。妓的本意是指表演歌舞的女子，相当于文艺工作者。中国历史上的妓由公妓、官妓、营妓、家妓和民妓组成，其中公妓的档次最高，专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。官妓顾名思义，官府之妓，主要为各级官吏服务。营妓也称军妓，是服务于军队军官和士兵的。这个不好深说，只直白一点，有点类似日本的慰安妇。而家妓则是蓄养于家中的歌姬，而民妓可能更接近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妓女，活跃于市井。前3位属于事业编体之内。如果按照现在话来说，薛涛相当于加入了文工团。我们知道，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。薛涛凭借他诗色双绝的本领，一跃成为了当时的花魁。
曾有诗云乐伎而攻师者，陶亦闻之妖也。薛涛小小年纪，凭借自己的才情，便结识了当时不少的才俊，比如大名鼎鼎的诗人白居易、王建、刘禹锡、杜牧等。而他凭着自己的出众才华，也迎来了属于他的好运。公元785年，时任中书令的韦鸟将军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在一次酒宴中见到了17岁的薛涛。薛涛身上独特的大家闺秀气质是别的官妓所没有的，这让已经不惑之年的韦高有点好奇，于是就将他召到府中试验赋诗。薛涛从容不迫地拿过纸笔，于是就写下了那首《夜巫山庙》：朝朝夜夜阳台下位，惟余未云楚国王。惆怅庙前多少柳，春来空斗画眉长。韦高不仅是位将军，而且也是一位诗人，对诗有极高的鉴赏力。他看罢薛涛的诗，不禁拍案叫绝：好诗，果然女中豪杰也。当时女子作诗常常都留恋于儿女情长，像薛涛这样把视野放在家国之间，格局非常大的女人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凭借着诗文，她一下就抓住了韦高的心。薛涛很快成了韦高身边的红人，专门为韦高的客人表演才艺，后来还负责帮韦高处理一些暗度工作，由此便有了薛涛的名作《送友人》：水国蒹葭夜有霜，月寒山色共苍苍。谁言千里自今夕，离梦杳如关塞长。这首诗得到了宫绝句吴慈生的好评，甚至有人认为这首诗可与大唐才子敬雄，我想估计只有王昌龄的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，蒹葭空水云能和他第一句媲美。当时南诏国献给了韦高一只孔雀，韦高便赏赐给了薛涛，他认为对这只孔雀很有缘分，内心很是喜欢，便开始设笼养了起来。从此薛涛与这只孔雀形影相伴，这一养便是20几年。这只孔雀死后第2年，薛涛也撒手人寰。因薛涛与孔雀的缘分传为佳话，所以薛涛也被号为孔雀，如一些诗词中提到的韦令孔雀，也就是指的这段佳话。后来由于薛涛的暗度工作，批改宫本，不但文采斐然，而且颇有见底，韦高便有意提携他，于是便向朝廷报告，奏请唐德宗授薛涛以秘书省校书郎官衔。校书郎的主要工作是公文撰写和点校藏书，虽然官阶仅为从九品，但这项工作的门槛很高。按规定，只有进士出身的人才有资格担当此职。大诗人白居易、王昌龄、李商隐等都是从这个职位上做起的。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女子但担任过校书郎，给一个歌女这样的地位，显然有点太出格了，所以朝廷没有答应。但因韦高的地位影响，后来人们还是愿意称薛涛为女教书。年纪轻轻的薛涛从底层歌女跃升至上层女教书，对他而言，这无疑是一场严峻考验。在他声名鹊起之际，骄傲与自满难以避免，求他办事者络绎不绝，渴望一睹其芳容者更是如潮涌来。面对纷繁复杂的应酬，他不得不婉言谢绝。然而那些被拒绝者却以金钱为诱饵，企图打动他的心。但凡经历过忍饥挨饿的人，都会对钱财特别敏感。薛涛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，又怎能抵挡得住这一般诱惑？他敢送，我便敢收，来者不拒。虽然他把钱财都尽数上交，但是韦高对此做法相当生气，认为薛涛坏了自己的名声，于是就把他发配到了松州边防。他从一名官妓被贬为了营妓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被发配到前线，会有怎样的遭遇？薛涛不敢想象，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回成都，能救他的人也是惩罚他的人，那只有韦高了。于是薛涛就写下著名的系列诗篇10里诗，共10首。在这里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其中一首：犬离主训扰朱门4、5年，茅香足径主人怜，无端咬着亲情客，不得红丝毯上眠。他把自己比喻成狗，韦高则是他的主人，大概意思就是我本是您悉心驯养的忠诚之犬，追随您已有4、5个春秋，我毛发光泽，行为得体，从未随意玷污一地，从而赢得了您无尽的怜爱。然而令我一时冲动，无端咬伤了您的贵客，您盛怒之下将我逐出家门，我再也无法依偎在您温暖的怀抱。他以一个宠物的口吻来倾诉心声，满心酸楚，后悔之情溢于言表。要不说薛涛是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一个人在逆境之中，
孙岩又算得了什么？后来韦高念及旧情，就把薛涛调回了成都。在经过一番岁月的洗练后，如今20岁的薛涛已经成熟了许多。他不想依附任何人，他要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在薛涛的坚持下，韦高帮助他脱离了乐伎，成为自由身。但只要韦高需要他陪同或者搞接待时，他也需随叫随到，并不十分自由。于是他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。然而，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，才彻底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。这个人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风流才子元稹。公元809年，30岁的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川东，便趁机向41岁的粉黛佳人薛涛展开攻势。而此时的薛涛虽芳华已过，但风韵犹存，对元稹也是情有独钟。有人说，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会降低，她明明知道元稹是有妇之夫，而且两人地位悬殊，年龄有差距，这样的姐弟恋加婚外恋明显没有好结果。但她不管不顾，如飞蛾扑火般和元稹双宿双飞，尽享欢乐。她这种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女子值得钦佩，但是不提倡。在此期间，她还写下了缠绵悱恻的池上双鸟：双栖绿池上，朝暮共飞还，更忆将除日，同心连夜间。然而美好总是短暂的，这份姐弟恋仅仅持续了3个月的时间，就因为元稹被调离而分别了。后来两人只能靠书信来往，薛涛就将所有情感都寄托在文字上面，经常写诗，因此也萌生了一项发明人称其为薛涛笺，就是薛涛把纸裁成大概16开的小纸，再用染料把小纸染红，将芙蓉花的枝叶蒸发，在纸上沾满香味，类似于咱们上学时候写情书的贺卡。薛涛笺一经问世，就迅速火遍了当时大唐的文娱圈，这也让薛涛身价倍增，再也不会为钱财发愁。俗话说，距离产生美，但是也会滋生一些别的东西，就比如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异地恋也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让两人分手。后来元稹也不知道是花心还是公务繁忙，这段感情就慢慢的无疾而终了。薛涛把对元稹的思念、幽怨以及渴望写成了那首名转千古的春望词：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。欲问相思处，花开花落时。从此，薛涛脱下青衫，穿上道袍，不再依靠任何人，清心寡欲，自在逍遥。他也终于明白，从男人身上汲取力量，并不能让自己站稳脚跟，自己真正能依靠的还是自己。公元832年夏天，大唐孔雀薛涛安然离世，享年64岁。